大宁有多少军马？兵部跟五军都督府上的抵当记得清清楚楚。他想瞒，瞒得住吗？再说了，两军交锋，不比斥候窥探。这四下一马平川，10几万人马压过来，20里外就看见了。这冰天雪地的，还怕他雪地藏兵不成？报！启禀大将军，山东布政使铁铉奉旨押运粮草，已至大营。丁石来了，快请。是。哎，算了，我亲自去请。来，上来了。好嘞，走。丁石，大将军。哎，走，帐内一叙。是。放那儿。来，丁石，请。大将军请。坐坐。用茶用茶。谢大将军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我和铁大人说说知己话。大将军，这是中军大营，怎么还怕有人行刺本将军不成？嗯，下去吧。标下领命。大将军可是心中不安啊？魏国公有句话说得极好，好兵那都是打出来的。南方的士卒多少年没打过仗了，可殿下手中的燕宁军马那都是久经战阵，怎么比啊？我刚接管兵权的时候，魏国公曾向陛下谏言，要我以真定一线20万大军直取北平。我当然知道此策好，但是我更知道，以我军的战力，非倍于燕军不可相持，非3倍于燕军不可决战。殿下兼并了大宁军马，如今麾下精兵禁卒已经不下15万，而我刨去护粮之兵和伤兵，可用之兵也不过30万了。大将军，那你为何不撤兵呢？我也想啊，天气渐冷，军中伤兵日增，我军不足太多，此时撤军，燕军演习悔之无及。更何况殿下用兵，那是但求实力，可朝廷用兵，那是处处要在乎朝廷跟陛下的脸面。你，我，跟殿下那都是多少年的交情了。但是在众将面前，我只能一口一个燕树人，这殿下2字，我是万万不敢叫的。不战而退，我可以不在乎这个大将军的头衔，可朝廷可以不在乎这个脸面吗？我只怕我自请撤军的奏表前脚刚到京师，翌日就会有一个新的大将军来接管兵权，那到头来还是要打这么一仗。既然终究要打，还是我来吧。大将军的意思是，大战在即。没多少日子了。
白河封冻之日，就是燕军大举进兵之时。殿下，看这兵得有1尺厚了，别说是马，就连武钢车都拉得过去了。报，殿下，南军过河了。将军，燕军中军已与我前军接战。撤退！撤！都督，胡骑，朵颜三尉的胡骑。收兵！鸣旗收兵！吁！殿下，我军斩首3000余骑，俘敌6000余，逃走的敌骑不足1000人。我军死伤如何？战死400余，伤者过千，其中重伤无力再战者近400人。战死者登记造册，回到北平以后，后续其家人。伤者送惠州大营，善加照顾。是。父亲，咱们明明打了胜仗，可殿下和几位叔叔怎么都……李景龙第1次统带大军就能做到如此地步，假以时日，必是一时名将。我军多骑兵，南军多不足，你想想看，若是两军对阵，战事不利之时，这1万多骑兵当先逃了，会是个什么样的局面？这李景龙怎么跑了？让骑兵离营出击，如果成功，便可以四处游动，牵制我军兵力。况且骑兵既已离营，就算是尽数逃了，营中的不足也未必会知晓。若是失利，便更是将南军不足全部置于背水一战的境地。他李景龙这岂不是把1万多兵马全都置于死地了吗？李景龙让这1万多骑兵过河的时候，就已经当军中没有这些人了。时隔多年，这李景龙已经不是吴下阿蒙了。文弼，末将在。为将者，不可有妇人之仁。在战场上，只有活下来的人，才能论对错。末将受教。小子，学着点儿。末将无能，请大将军赐罪。来人，扶陈将军下去。是。诸位将军，末将在。各位将军都是读过兵书的。伍子云：“凡兵战之场，立师之地，必死则生，幸生则死。”传令下去，我军已陷死地，想要求一线生机，唯死战耳。末将领命。
殿下，先吃点东西吧。师妹，本王一直在想，我军此时究竟要不要与李景龙决一死战？殿下的意思是？南军如今已经陷入了绝境，若此时决一死战，对方犹如困兽之斗，那我军便是胜了，必然也伤亡惨重。本王觉得，要不纵其南归，在中途，我军再以旌旗遥击。殿下，此事万万不可。为何？殿下有此打算，末将明白，是不想折损太多将士。可末将请殿下想一想，今日一战，南军已成哀平，若是我军不能在正面对决时，以堂堂之阵将其击溃，臣只怕是后患无穷。朝廷兵源10倍于我，田亩人丁，仓储积蓄，更远非我一隅之地的燕藩可比。我军屡战屡胜，所依凭着，一是士甲精练，还有便是这股死里求生的锐气。若此时纵南军南归，这伤了士气不说，这些南军都已经打过仗、见过血、杀过人，而且还是从我燕军刀锋之下逃出升天的，稍加整顿便是虎狼之师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南军从此以后对我燕军再无今日这般畏惧。殿下，今日你刚刚教训过犬子，为将者不可妇人之仁。这打仗是一定要死人的。世美所言极是。如今本钱大了，胆儿倒是越来越小。就依世美所言，明日全军卯出造饭，卯末出营，本王与李景龙决一死战。末将领命。殿下，殿下，你看谁来了？高旭，儿子参见父亲，参见燕王殿下。我儿来的正是时候。慢点吃。母亲让儿子把王府里会武功的内侍卫士都拉回来了。我儿受苦了。和大哥比起来，儿子这点伤算不得苦。高炽，守城的时候，大哥把战机带到城楼上，一待就是10几天。后来南军上了城头，就大哥那个身子骨，抄起把刀就上去了，最后腿也砍伤了。还有那天南军攻破了张义门，母亲带着满城将士眷属上城门守御，好不容易才把城门夺了回来。可城中军士死伤已有7、8把，眼见着就守不住了。儿子让大哥带着战机先走，大哥却让儿子带着母亲和高遂突围。他和儿子说，儿子是他弟弟，
父亲，儿子有一个好大哥。本王有子。父亲，明天还要打大仗，您早些休息。去吧。儿子告退。去吧。我也有一个好大哥。见过大将军。大将军一夜没睡吧？睡不着。该做的、能做的都已经做了。出战吧。是。曼和，什么情况？殿下怎么还不出来？我已经叫了殿下3次了，可殿下还是不起。再去叫叫。去。殿下，殿下，怎么样？马和，快！殿下，出阵。大将军，燕军已攻破我军前寨。知道了。调左军接应前军，令右军出寨掩护左营侧翼，中军速调5000长江守徐右军。告诉徐将军，以弓弩压住阵脚，长江守未至之前，勿与燕军野战。是。殿下，各营的伤亡已经报上来了，士卒战死1800多人，夺颜3卫那边也死了700多人，伤者怕是要过万。还有，这天太冷了，重伤的弟兄们在回营的路上就死了100多人。这一个晚上，不知道又有多少人要撑不住了。忍住，烤火。过来，谁要过来？没事吧？殿下。马和说他有破敌之策。来，大马说，来吧。去哪拆？你说
你有破敌之策。回殿下，是。军中无戏言，奴婢不敢妄言。说。回殿下，奴婢年少时曾随父兄习过航海之术。航海？是，殿下。船行海上，虽要旗奉旗舰号令，但各船主有时候也要自行决断的。若是船主力量不够，一味的听从旗舰号令，遇上风浪，会有灭顶之灾。奴婢今日仔细观察南军的号令，每逢战事有变，都要等中军号令，驻营才会有所反应。有几次我军都已突入南军战阵，周围南军都要等待片刻才会前来救援。你是说，李九江麾下已无可用之才？奴婢认为是，殿下。若当真如此，南军全军调度，全系李景龙一人，今夜甚旱，我军都抵受不住，更何况南军？敌军不受寒冷，戒备必然松懈。我军若是趁夜袭营，来人！马和，你带人去找放火药的地方。是。张辅，跟我来。大将军，一天没用膳了，喝点肉汤吧。应笑，各自回营，都别乱，各自回营，各自回营，都别乱，各自回营，各自回营。大将军，收拾不了了，快走！有什么收拾不了的？快走，大将军！大将军，保护大将军！夏大人，夏大人，简大人，元吉听说了吗？朝廷大军在郑村坝大败，损兵10余万，曹国公已败退德州。唉，听说了，不只是损兵折将，户部辛辛苦苦调运到前方的辎重，也丢了个干干净净。50万大军呐，差不多举倾国之兵啊，连个烟帆都拿不下嘛。唉，不知道这一回朝廷该如何收场。唉。陛下，各省议报至冬月初9日，除北平外，各省乡试都已结束。臣以为朝廷应当准备明年的会试、殿试了。陛下，臣以为北平的百姓
也是陛下的子民。北平的世子，亦是朝廷的赤子。臣斗胆，请陛下下旨，在北平的周围，择一个妥善之地，延期乡试，以为北平世子之心，以彰陛下教化天下之德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拟旨：许北平乡试延期，以太常侍卿黄子成、傅真定主持乡试，凡北平士子，均可赴真定应试。陛下圣命。陛下圣明。你凭什么和我说？我还要去应试呢。应试？应什么试？还说自个儿是秀才。老子看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是从南边来的探子，给我放下！吁！参见殿下。参见殿下。这是谁的？回殿下，是学生的。这是你抄的？回殿下，小人家贫，要读书，只能借书来抄。这是你干的？是，殿下。阁下，你知不知道读书人抄这么一本书要花多少功夫？你知不知道他们借这么一本书来抄要遭人多少白眼？去王府上找一套刺书来，赔给人家。限你2炷香的功夫，若取不来，军棍伺候。是。半夜于城，不就是为了赶考吗？干嘛鬼鬼祟祟的？殿下是让我们学生们去应试，为何不去应试？本王是奉天靖难，不是谋曹篡位。你们应的是我们朱家的科举，有何不去的？非但要去，而且还得考好了，不要在天下士族面前丢了咱们北平人的脸。谢殿下，谢殿下。殿下英武。殿下，这个齐泰还真是个干才。一场真定乡试，不但给大败的朱允文稳定了天下人心，还把我燕京在战场上的胜利给体现的是干干净净。大事不必再说了，其他人且不论，齐泰、黄子成、方孝孺这3个人，本王是绝对不会用，也绝对不会留的。殿下，老衲这回以为殿下终于有了天下之主的意思了，没想到殿下就这么一丁点儿。那又如何？这天底下又不只是他们3个读书人。皇考养士30年，本王倒要看一看，本王的那个侄儿，到底给本王培养出些什么人才来。前面直走右转，那个就是我的客栈。来，你住3号房啊。小兄弟，你长得真清秀啊！住我那儿呗，我那还差一个人呢。
我跟你说啊，我那儿还便宜，而且啊，我那儿离这儿特别近，前没有转就到了。哎，别这句话呀！哎，谁呀？这是什么人啊？他，福建解元，杨子荣。杨子荣？嗯。恭请陛下圣功万安。中了没有啊？我中了！别挤，恭喜啊！你看我什么呀？哎，恭喜啊！我也中了，恭喜！哎，我中了！哎，恭喜！谢谢各位。张安，3甲87名，恭喜啊！谢谢！都抄下来。是老爷。此人我认识，跟我一个书院的。中了！那是我，恭喜你啊！恭喜啊！你中了！去！大将军，前面就是白沟河了。鱼。殿下，南军军容如今连郑村坝的时候都比不上了。大人，烦请通禀，学生杨子荣求见老师。喝吧。还是老师家里的茶叶好啊！看来学生以后还是要来的再勤一些才好。你个新科进士，翰林编修，几次三番的往我这儿朝野皆知的燕王党羽家里跑，你也不担心你自己的前程？说老师是燕王党羽，无非是因为老师当年在高皇帝重立储君时，替燕王殿下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已。学生是老师在福州试学时亲自选拔出来的。若我要是听了些风言风语，就对老师退避三舍，那我才是不要自己的前程呢。哼，好。可这……况且，如今被视为燕王党羽，不见得就是件坏事。那人呢？申隐。老师，啊，你还不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学生今日在翰林院，听跟随黄大人办事的同僚说，朝廷刚收到真定600里加急，朝廷大军再度北进，在白沟河大败，曹国公已率领残部退往济南。老师，你身为朝廷户部侍郎，难道陛下和七皇2位大人连这种事情都要瞒着你吗？宣魏国公觐见。臣徐徽祖拜见陛下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启清。
接着说。曹国公率军自德州向北平进发，4月24与燕密在白沟河相遇，交战2日，我军不利。岳西侯于同渊指挥滕巨、都督瞿能及其子瞿玉、瞿陶战死，1000户以上的武官折损近100人，士卒死伤近10万，随军辎重丢弃殆尽，另有不齐9万余。降燕。李靖说什么？降燕？降燕？魏国公来的正好，来，请给朕说说。朕这到底是北伐，还是给朕的叔叔送粮、送人、送军功去了？这每次发兵都是损兵折将，可朕的叔叔倒是羽翼日丰。依朕看啊，朕倒不如什么都不做，就在这南京城里头等着，等着朕的叔叔死在朕的前头，反倒省力些。陛下，臣罪万死。不要什么罪不罪，什么死不死的，这不要议谁的罪。朕现在就想知道，朝廷该怎么做，朕该怎么做。别都在这儿跪着了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！发兵征讨，屡战屡败，行。可朕开科取士，他倒大模大样的把北平士子送来应试了，朕还得从里边挑出2个进士来以示天下，以致功。众位爱卿，被一个叛犯挤得成这样，翻遍21史，见过一个比朕还要窝囊的皇帝吗？陛下，主辱臣死。陛下如此激愤，皆乃臣之罪也。然此事并非自怨自艾之事。陛下，臣担心燕密既已胜了此役，怕是马上要大举南下呀！陛下，齐大人，燕密虽胜了一场，可贼军也不可能毫无损伤吧？黄大人所言极是，陛下，臣以为。方大人，黄大人，2位大人不要忘了，曹国公2次北上，已把延边数城的军马抽调殆尽。自真定到济南，朝廷已没有大军了。陛下，臣以为，旬月之内，燕树人必挥军南下，其兵锋所指，必是济南无疑。传旨李景龙，朕暂不追究其兵败之罪，令其收拢兵马，死守济南，戴罪图功。是。殿下，末将以为我军此番南下，济南为必取之地，此地咽喉所要，进可南下攻打，退可划江自守。划江自守吗？
太祖高皇帝发兵怀右，20余年来，筚路蓝缕，才创下了这大明的基业。本王绝不能做大明的罪人，裂土封王的事，本王也绝不会干。传令，诸军明日出发，直取济南。末将领命。丁氏，大将军，朝廷已发严令，令大将军死守济南城。大将军为何一直不肯做压力士？大将军，以眼下的形势，济南城一旦失守，燕军继续南下，朝廷怕是召集勤王之时都来不及了。大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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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铁大人，盛将军，燕军到了。大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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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燕军来了！李师，别叫了，走去城楼。大将军，我别笑了，走，快！兵马不多，只是燕军的先锋罢了。报！铁大人，将军，大将军从南门逃走了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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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儿坐着，1日之内斩了69颗人头，这几个城楼都挂满了。非是我等嗜杀，非常之事，要震慑人心，唯有此法。铁大人，将军，燕树人的大军到了。走。守城的是铁鼎石。回殿下，是他。张福，末将在。去吧。是。